那我觉得就是去年可能是对很多这个聚变界的这个人是一个就相对来说这比较历史性的这个时刻吧，因为一个是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会看到说可聚变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进程在提速，然后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协议啊，说去年微软跟黑链然后签署了这个全球首个核聚变的购电协议。然后要约定从2028年开始供电，然后我们一听都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激进的这个时间表，所以说想问问两位，这个如何是看待这份协议的这个象征意义啊？然后这是否是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科技巨头为了去满足这个 AI 算力背后巨大的这个能源需求正在用这个倒逼的这个方式来去加快我们核聚变的这样的这个商业化先问问管博。首先我觉得这份协议的这个象征意义肯定是非常重大的，它就是标志着就是说核聚变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可交付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微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技公司，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对黑链的这整个技术然后工程能力是进行了非常严苛的这个尽职调查的，就是说他们能提出2028年这个时间节点，肯定也不是说空穴来风，肯定是有一定的信心的。但是2028年肯定不是说满负荷并网的这个时间节点，这是不可能，而且是具有经济性的满负荷并网，这肯定不可能。我觉得它非常有可能是第一度电并网的核聚变第一度电并网的这个物理元年那它的象征意义以及它对于包括1、2级市场的这个投资人的这个从0到1突破的这个意义，其实是非常重大的。对，杨博怎么看？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向来看这个事儿。对，首先从需求端，以及或者从意义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非常同意管博的这个说法。对，就是其实不只是黑量一家了 ，Microsoft 向黑量买电站，像那个我印象中去年 Google 向 CFS 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电站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说，其实从这个需求端来说，尤其 AI 算力的这个极其的稀缺，它的背后就是能源的稀缺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很多人非常着急，很多的大的组织非常的着急，希望有这种新的能源诞生。所以其实在聚变这个赛道里面就不止一台电站了，几台电站都在去这个有这样的这种电站的这种协议。对所以另一方面的话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当然这是美国的一个特点了，就是他们的电站是商业公司这个主导去建的嘛。对，它不像中国有非常完善的这种电网体制。对，所以这个也是它的机制不同。所以那当然作为直接的需求方，它又很着急需要电，那它可能会更早的提前的去有这样的电站的采购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对，所以需求非常旺盛，然后对于聚变接近于可以交付状态的这个里程碑是非常明确的。对当然这是从这个结果从事实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我对于2028年这个事儿我这个怎么说呢，我难以评论。对，就是原因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多说一句，就是比如黑量这家公司因为从它成立已经不止很多年了，快10年的一个时间了。对，我具体时间我有点忘了，是个蛮长的一个公司到现在为止的话，他们是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一篇学术论文的。所以他们真实的进展，一个经过同行评议的客观的实验结果是不存在的。对，所以对于他们到底的进展是什么样子很难去做出分析。对，然后因为你都只靠发微博那不行嘛，对吧？这个，然后对这个，而且他们 CEO 也发过一些博客然后我觉得那内容其实是存在一些逻辑上不自洽的内容的。对，所以就是它的这个到底的客观的事实进展什么样子很难评不知道所以它是有很多泡沫在里面的。对，而且这个结果上来说的话，毕竟它28年这个我印象不是去年，可能更早一点签的这个28年的这个电站合同。对，但它之前至少这家公司这个期许的，比如24年实现净能量增益这些25还是26年有什么里程碑，反正都好像没有达成。对，所以对于28年这个时间点我是存疑的对于这个事实是否能达成我是存疑的。对，但是对于市场需求端的这个热情以及需求的迫切度，
然后并且也不只是一家聚变的电站协议嘛，比如这个有几家公司都向聚变公司去有这样的潜在的去建造商业电站的这个协议，它的交付的可能性，我觉得已经到了这个时间点了。对，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关于这个中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格局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就。这个美国这儿都是通过微软啊、谷歌啊、英伟达啊这些科技的这个大厂投资用购电的这个方式投资的方式去积极的推动美国聚变产业的整体的这个发展。那这个您觉得说中国聚变研发的主要的推动力量是什么呢？如果聚变的发电真的实现了，那中美两国的整体的这个产业格局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在这个引用一下广播刚说的，我觉得其实核心中国很明确，举国体制加上民营资本的共同推动啊。其实，在这种聚变这种如此重要，然后加上当然它的这个前期投入有如此巨大，然后又是一个拼工程，然后抢时间的这件事情上的话，其实我们在过去大量的这种大工程的上举国体制加这个民营资本的这个齐头并进的方式已经验证了，它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对，我觉得在聚变这件事的话，大概率也会是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的机制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的这么一个未来，对于未来来说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国内的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去往前推的一个状态吧。对。我们也看到国内也有一些科技的这个大厂，然后现在也在积极的这个布局核聚变的一些的这个领域，包括在早期能量起点的这个投资人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就是科技公司的这样的这个身影。那这个管博基于这个问题，从投资人的这个角度，您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中美两国他们从对于核聚变的这个需求的源头其实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美国的话，它其实更多的这个就像刚才提到了很多 tech 公司、大的科技公司和这个聚变公司签 PPA， 它其实是它预见到了未来 AI 的发展对于能源的这个巨大的需求。那这个对于能源需求可能会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未来3到5年，其实预计美国的对 AI 的需求可能就要翻3到5倍以上。那么如果把这个时间维度拉长到10年甚至20年，可能是几十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传统的风光甚至裂变可能都不定能够满足长期的这个需求。所以对于 AI 的这个诉求，可能会碰到一个对于能源需求的一个物理天花板。这就是为什么像传统的美国的大的科技公司可能会把期望压注在核聚变上面但是对于中国，其实还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对于可能对于前沿科技的一个布局然后国家可能想把核聚变纳入到现有的这个特高压网络里面去为国家战略级的这个集合的保障做一个前沿性的布局。所以这个一开始的诉求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从创业公司来看，美国大部分是类似于比如说现在航空航天领域然后包括 SaaS 它更多的其实是很多民营的商业化的公司。他们是类似，我觉得是有种类似硅谷那些创业公司，有点像特种兵的单兵作战但像我们国家这些创业公司，其实包括像能量起点，包括其他公司，其实和等离子所和585所多多少少都有各种各样的合作。所以除了国家队之外，我们其他的这些民营公司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混合体制的这么一种模式。然后依托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优势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创业公司可能具有爆发性，然后在很多前沿的科技的概念当中是有一些创新性。但是中国的这种模式就证明了，一旦物理路径被证明中国它就能以极低的这个成本以及极快的速度去实现这个最大规模的这个撞击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像可以参考现在的包括高铁和光伏的这个产业中国可能当这条科技路径被证明之后，中国有可能通过一带一路向全球快速的输出标准的聚变堆的技术和服务就成为全球的终极能源的一级供应商。
对，所以我对于咱们中国的这个聚变企业以及相关的产业链是非常有信心的。对，然后管博说到这个，我这个要问一个，就经常我们在这个日常开会的时候会问到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度电的这个成本，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经济性嘛。那我们一直其实也非常关注说不同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领域，它在实际实现商业化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它的这个度电成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跟我们传统的这个火力的这个发电上相比，有没有这个充分的这个经济性，然后有没有成本的这个优势？那目前啊，就是我们这个核裂变的这个电站的这个成本，之前听您说已经非常非常有这个竞争力了。那刚才您提到说这个光伏、风光储也在降本啊，然后包括是我们这个未来资本关注的这个氢能的这个领域，然后我们也会关注它的这个经济性。那回到这个核聚变的这个电站，我们想要在商业上成立您觉得说这个度电成本需要降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水平？如果考虑到这个整体装置的复杂性啊，早期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电站会是这个贵族能源吗？我们如果认为能源特别是核聚变，它从一个实验室里的一个科技转向成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宗商品，它的成本就是最重要的核心指标啊。那它要能够真正的成为普世的这个集合，那么我们就看一下现在的其他新能源的这个综合成本啊。对于光伏和风电来说，基本上现在的度电成本啊，基本上是大概不是度电成本啊，现在的上网电价大概是2到3毛之间啊，成本已经非常低了。但是现在的光和风电它是有间歇性的、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要加上储能。我们如果加上4小时储能的话，我们这个成本大概可能加上2毛左右，那么基本上是4到5毛之间啊。那核裂变的话，其实它取决于对于安全性的这个诉求。其实核裂变其实成本是可以非常低的，但福岛事件以后呢，其实我们国家对于各大的这个核电站、大型电站，其实加了非常多的安全冗余，所以它的成本可能是4到7毛之间啊。聚变呢，从目前来看，早期来看，它肯定是个贵族能源，但是它如果将来想能够参与到这个市场化的竞争当中，能够真正的和其他的这些能源载体进行 PK 的话，那我觉得它的目标应该在4到5毛以内啊。但是它也有它的很多的优势，比如说它的占地小，可能它对于场址的选取没有像其他的能源形式那样有那么高的这个地质的要求，所以它可能在一些极端的一些地质条件的情况下面，一些极端的应用下面，它会有自己的一些应用场景啊。然后早期的话，因为没有这个供应链的规模效应啊，第一堆肯定是非常贵的啊，肯定是需要有溢价的，然后供应链也没有这个摊开，然后这个财务成本肯定也非常高，所以它肯定是有一个降本的过程。其实我们参考这个光伏行业也知道，其实光伏从最早开始发电，可能2000年左右开始发电，到真正能够跟火电 PK 真正能够实现经济性，其实也花了20年。就从技术的实现到现在真正的进行经济化的大规模的应用，其实也花了20年。所以我们也要给聚变这个一定的时间。对，我补充再说一句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讨论核聚变的时候，其实更看重的是它是不是一个 game changer， 是不是能够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在当前或者5年之内，我们其实并不关注它是不是会比风光便宜，而是它真正是不是能够稳定的进行发电。另外一点，我们会关注的说它规模化之后的这个降本的曲线。只要我们认为只要它的物理参数Q 值足够大，以及材料技术的这个过关，它的寿命足够长，那么理论上来说，它就能够实现最便宜的规模化的放电。而工程上的降本本来就是我们最擅长做的这个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会讨论核聚变的这个原因。对，那这个正好是讲到我们会这个作为投资者会关注哪些的这个要素啊？那现在问一下，对，你们期望的这个，比如说10几年后真正实现核聚变规模化发电的话，你们现在
预计啊，但现在可能大部分是拍脑袋啊，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度？这个事儿其实就像你说的是个拍脑袋，其实是个目标，对。然后我们公司的这个使命就是全世界最早实现聚变能源商业化的这个聚变公司。那么我们公司对于所谓的实现聚变能源商业化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度电成本比火电低。那就是2毛，对吧？这个否则你就不叫商业化，对。然后我们的愿景是实现人类能源自由。什么叫能源自由？度电成本火电的第一个数量级啊，那这是很定量，对吧？那么什么时候能达成？或者说最早的这个示范电站还有商业化电站刚定义了嘛，就是跟火电一个成本，对吧？示范电站可能做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做了一个横向的类比因为从成本结构上来说，聚变电站和裂变电站最相似。相比于火电来说的话，没那么的相似，因为毕竟火电的大头的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是在很大一块是煤啊，然后毕竟聚变和裂变，当然燃料也有成本，但是在它的这个最终的成本结构里面，它占的并不多，而且经常不会被计入的非常大，对。所以成本结构上来说的话，聚变和裂变更相似啊。那么主要就是建造成本、运维成本，还有后面的这些拆卸的这个成本。那么从公开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个裂变上的事实就是裂变的这个商业化电站现在主要是3代队，对，3代商业队，大概能做到的是建造它的 Capex 建造成本是18000瓦。装机成本对，然后我们国内最近并网的这个4代的快队，就是山东的这个石岛湾的高温气冷队，它的装机成本大概是54000瓦，就是商业堆的3倍啊。那么我们觉得对于一个聚变的示范堆，那么当然我们示范堆比示范堆，对吧？也做到最终的总成本在比如说5万块钱1000瓦这个水平的话，那么它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它相比于裂变来说，没有原料的这么稀缺的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的核废料处理的问题，你的建造成本还跟这个裂变的示范堆也差不多，然后你的后面的这些成本结构也差不多，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状态。那么按照这个假设去建一台聚变的示范电站的话，大概度电成本40年的运行周期这也不是个激进的假设。现在这个裂变的话，30、60年都有。那么大概度电成本是不会超过1块钱所以就是我觉得示范电站按照当然我们走的这种新材料，这种高温超导的这种便宜的技术路线的话，我们觉得做到1块钱1度电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验证所有的发电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有希望的。对，那么从这个示范堆再到商业堆，其实不同的产业都有它的这个演化过程。像广播刚说光伏的话大概20年，对吧？其实裂变的话大概10年，从第一个这个裂变芝加哥1号到第一个由民营资本去投资的一个这个裂变电站，大概的时间是10年的尺度。对，所以就是一个10年左右，从示范电站到真正可以做到商业化，度电成本降到跟火电差不多，时间尺度我们的判断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聊完了这个成本然后这个还是回到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投资的这个角度上面去看这个事儿。然后其实管博也讲了说，这个现在进入这个核聚变的这个赛道应该是一个特别合适的这样的这个时机。那作为一个投资人，就是您在就是评估一个聚变项目的这个时候，您会关注哪些的这个指标呢？除了这个技术路线的这个选择然后包括是这个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之外首先我们还是会考察这个核心的技术能力。技术能力可能包括几点就是说将来你要真正的实现这个商业化的聚变你是不是具备这个穿自持的能力相当于能够保证自己燃料循环的这个闭环能力然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用好高温超导材料，以及能够 secure 你这个高温超导带材的这个供应链。其实稳定的高温超导带材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能不能做好这个磁体，能不能有其他合适的这个供应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能不能选择好一个合适的场景，也就是说谁是你的终极客户，你的
客户对象，比如说是这个极端的这个环境的一些用户呢，还是说你也是瞄准了像这种大的 tech 公司呢？说你的场景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可能会在对你设计堆型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想法。然后还有一点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是否能够取得监管和牌照。其实像现在的话，其实裂变堆其实特别是小堆都是受到国家的这个强监管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就是不远的将来，当聚变慢慢的变成一个可实现的且就成为国家非常重要的集合的一部分的时候，它又作为一个能源行业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技术，以及处在这么一个产业的地位的时候，它势必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监管，有技术层面的监管，也会有这个商业路径上的这个监管。那么能不能处理好这方面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对于这个创始人这对于这个整个公司都提出了非常综合性的这个要求，而不仅仅是单一技术这个问题。对，因为刚才就是管博正好讲到了关于这个场景嘛。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关于沿途下蛋的这个问题。那因为就实际的就是我们的并网发电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的这个时间。那我也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公司，它提到的是说，比如说核聚变产生的一些高温工业的热能或者是可以用于医用同位素的生产然后都是一些潜在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场景。对您来说，您觉得说这个核聚变的这个技术沿途下蛋可行吗？有没有一些就是如果可行的话有没有一些细分的领域它会比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发电更早的实现商业化？首先我觉得就是聚变的沿途下蛋这条路，我们的判断大概率还在聚变这条路上，对，所以而不是再换一条路。对，就是虽然说聚变发电还是到哪怕示范电站，甚至未来的商业电站还是蛮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的话，哪怕是实验装置，它也需要供应链，对吧？对，所以其实就是你像我们公司这些核心的系统全部都是自己设计自己造的出来的，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在做聚变，然后在为聚变的各个的时间阶段、实验阶段、示范电站阶段、商业阶段的电站，你都可以去提供价值，对吧？只要你有真正的技术在手上，对吧？只要你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提供不可或缺的价值那么你不一定非得等到商业电站的时候再去提供价值嘛？你这个技术是要不断的去往前走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只要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提供了，尤其像我们至少在高温超导这个行业里面，就我们还是很自信，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技术是领先的。对，那么你其实是可以在整个的行业发展周期内都持续提供价值的。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而并不是说非得去把这个东西挤破脑袋挤到别的领域里面去找一个价值去提供。对，因为相比于其他的众多产业，聚变产业哪怕是在示范电站阶段，甚至再往前，现在的这个实验电站阶段，它的市场的规模也是足够可观的。当然没有办法跟最终发电的那个巨大市场去比了，但是相比于很多很小的场景来说的话，那也是就是哪个是芝麻，哪个是西瓜，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对，我这个杨博士回答的这个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专注，然后不知道投资人怎么看这件事儿。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除了主堆装置之外，其实我们就像杨博刚才说的，我们会投资很多产业链上的供应商。那对于这些供应链上的企业来讲，他们其实由于是做设备或者是做材料，其实他们的这是前沿技术的应用不仅仅是局限于聚变。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投资了上海超导公司，那它的高温超导带材其实除了用于聚变以外，它还可以应用到很多其他领域，比如最简单的就是电网可以用作电缆，或者说电网的在某些可能比如说大型的密集的这个城市里面要扩容非常难，可以用于电网扩容可以用于磁悬浮，可以用于医疗设备，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技术用超导的技术进行电磁弹射或者说电磁发射，这其实已经应用到很多航空航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领域里面。
然后还有比如说用超导感应加热炉啊，它可能可以比传统的电磁炉节能50%以上。其实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然后我们最近又投资了另外一家企业，叫做中科氢能。它是做制冷设备的，那么它其实承接了包括Craft、Best 以及其他很多就是聚变企业的这个制冷设备装置的这个供给，但同时呢，它可以做氢液化，它可以做氢，就是除了做氦制冷之外，它可以做氢制冷。那氢制冷呢，可以用于氢液化，然后用作液体运输的话，那可以使氢储运的成本降低到原来1/10以上。那可以大大的普及可能氢气的这个应用，使得便宜氢气的这个应用场景可能更广了。同时，这个液氢呢又可以用于航空航天量子计算呢其实也需要这个低温的环境，所以它的利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可以在产业链上去找到很多这样的投资机会。那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投资人的这个很好的关注到这个沿途下单的这个机会了。对。管博刚才讲的时候，我想问一个这个超纲的这个问题里面没有。我知道这个就很多年前晚上我们跟这个杨昭博士也聊过，你其实是北大学物理的，对的。怎么会在这么早的这个时候选择去做一家这个核聚变的这个公司呢？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这个背景然后还是从这个当时的那个时间点上，在国内的这个热度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感觉都非常难想象。对这个，对我刚想问这个早指的是这个在市场上还没有这个，就是基本上就当时可能我们听到能量起点的这个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创业公司基本是屈指可数的。我们应该是国内第一家做聚变的创业公司。对，确实在当时21年成立能量起点的时候，应该市场上几乎没有人在看这个行业，也没有人知道，大部分人是几乎不知道这个行业的。那我们见到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市场上的投资人也好，然后除了行业内的人这个不说了，对，除行业之外的人的话，基本上还是在停留在科幻小说里面看到过这个名词，对，这么一个状态，对。所以其实这件事儿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根源上还是因为我是学物理的吧，所以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做学物理的人来，当然我们肯定会很早上本科你都会接触到这个事儿了，对。而且对于聚变这样一件如此重要，然后也如此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来说，甚至不只是学物理的，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理科生和工科生都会有存在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只不过的话，可能我执念相比于他们更强一点，对。然后这个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本科的时候，也就一直有希望能够早晚把聚变这件事儿落地实现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但更多的在更早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刚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想法吧，对。直到21年的时候，当时非常严肃的开始去思考说，假设这是一个想法的话，它的落地时间表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如何去产生这样一个时间表在国内做这件事情，到底就是当你开始要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它就不只是科学上的问题了，你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考虑，时机成不成熟，能不能开始干，人呀、供应链呀、技术储备呀，然后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能不能被解决这些问题都要通盘考虑。但最终的话，我觉得所有问题要被回答，无论时间表、团队的构建以及这个生产要素是否具备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你要做什么。这件事我觉得是当时思考的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在21年当时调研了半年的时间，最终其实我在刚刚也都提到了，就是现在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当时的结果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聚变发电性价比的问题当这个目标被确立下来之后，就自然而然的，无论是技术路线的选择，还是这个你的时间表的这个排布，以及你的团队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团队组成结构，你的每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交付这个事儿，以及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交付，为什么大量的东西我们全部是自研的，这个全部设计自研，甚至关键系统全部自己制造的，就是都是瞅着这个性价比最高、成本最低的做法。当这个目标想清楚了，剩下的更多的是逻辑推演那么这就是其实在21年当时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想完了之后发现没有什么道理告诉我这个时间点不能做，
甚至说这个时间点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无论是 AI 的兴起还是高温超导材料。当然那个时候高温超导大家会质疑的更多了。我们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美国的那个磁体阿什特磁体还没做出来，对，所以就是甚至人家连就是高温超导真的只是个纸面上的东西，对，任何的部件的装置都不存在。但是从原理上来说，它不应该不存在，它就是个爱迪生工程，你就是做实验总能做出来的，对。所以基于这些判断的话，我当时就决定做这么一家公司。然后我们早期的4个创始团队也就是因为就是想清楚了这个目标，我们需要自己去建装置，于是有总体部的负责人像董哥，然后我们需要去这个当然这个剧变是一个马拉松啊，它尤其早期的话需要很多的资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叶玉明的这个合伙人，他是专门负责这些融资呀，然后跟工程研发之外的这些内控呀这些的工作，然后大家的这个工作的 diversity 非常的清楚，互相做什么事情，以及我们这个需要把磁体不仅你要设计出来，你还要把它造出来。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合伙人李柱勇，他去专门负责磁体的研发和制造。对，所以就想清楚了这些事情，你后面的东西通过并不复杂的逻辑推演，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啊。然后既然大部分的事情都能够想清楚，你不可能把所有事想清楚啊，但是现在也不可能想清楚，对。但是绝大部分的疑问和可能不确定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大概率能实现。那么那个时间点就决定开始去做它啊。那么剩下的事儿就是可能需要去教育市场，需要去让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事儿，为什么现在能做啊？这些事情就是花了蛮长的时间，直到22年的年初，我们完成了第一轮的融资，大概时间也不短，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开始去进行真正的按照我们当时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去造装置、造磁体、造下一台装置、拿结果这么一个过程吧。对。就像你这个管博还有这个杨博士刚才讲的哈，就说这个核聚变它是一个长跑，我们也非常期待一个就是年轻、专业，然后有冲劲的这个团队，然后能在这个长跑当中跑出来。那如果是让2位做一个非常大胆的这个预测啊，就是大家认为说第一盏由商业核聚变点亮的灯泡啊，会是在哪一年，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亮起呢？这个从时间表上来说的话，当然你看这个灯泡是什么状态的一个点亮了，对，就是在我看的话，其实按示范电站真的是能够并网发电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30到35年这个时间点的话是很有可能的，对，就是在25到就现在就是26年到30年这5年的话，大部分还是又在做这种高性能的、低成本的实验装置，然后验证净能量增益这样的，这个全世界都在做这个目标。当然，这种装置你能不能接个东西发个电，它要只是点个灯的话，它也能做，对。但是就是它肯定不是为了发电而做的一台装置，对。那么真正所谓的发电要做的是示范电站的话，我觉得就是实验装置完成了之后，那么在接下来再花上5年的时间去建这样一个示范的电站，大概我觉得周期应该是在30到35年，对。对，就像杨博说的，就如果只是发电的话，因为现在这个等离子体已经可以实现长时间的这个稳态运行，理论上它其实就是可以发电的啊。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经济性的这个运行或者发电的话，其实取决于这个本身的这个装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公开的这些信息，就说真正能够并网，我们先不去考虑它的成本，那么我还是刚才谈到了，就说像黑链，他就说28年他就要给微软开始供电了，对吧？我不管他供多少电，但是他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能够实现，可以认为是一个聚变历史上里程碑的一个事情啊。那如果它可能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泡沫，可能是吹牛，那么可能会往后延。那么按照现在接下来的装置，可能是30年，比如像能量极点的，可能下一代装置，或者说像合肥我们投的聚变性能的 BEST 这个装置，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能够最快向并网输电的这么一个装置。对，那我们再畅想一下，当核聚变真的是实现无限啊，然后清洁能源的那一天，那对这个人类来说，出行方式啊、生活形态啊这些，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颠覆和改变呢？开脑洞。就是一般来说的话，这种想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对，因为就是我们我觉得人对于数量级的
这个估计，就是当有数量级变化的时候的这个估计人是不擅长的，人擅长的是线性的逻辑。对，所以真的当能源能够数量级的去提升供给，当然我指的是低成本，否则它不可能数量级的提升供给，它势必会催生大量的现在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象到的新产业。而这些产业是那些耗能的大户。能想象到的，当然现在看到的眼下的是 AI， 对吧？这个大家都能想象到，但很可能比如说现在的能源的限制让我们脱离地球是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东西，对。但当你能源都几乎无限的，那你就可劲儿用呗，对吧？所以但是在这个场景下，当你的局限都已经不是在地球上的时候，你的产业能发展成什么样子？是在近地轨道上，还是近地行星上？对，这个还是近地卫星上，还是在靠近地球的行星上？甚至说是不是能够更远，对吧？那么它的对应的产业，地球上产业已经这么多了，你再往外走，你能产生什么产业？真的不好想象。对，但它的基础是你可以有资格去说，我可以提供数量级高的能源供给当有这个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这个产业把你这个能量消耗掉，然后产生新的需求。对，那个就我突然想起，就是有一次跟一个核聚变的这个专家聊的这个时候，他就会聊起说，就是可能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汽车它就是用我们的这个非常小型的这个聚变堆用来供电的这个状态，那车可能就不存在补能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无限涌动的这样的这个车子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就像我们看的那个钢铁侠里面那个钢铁侠胸前的那个点亮的那个小型的核聚变装置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科幻片里面我们看到的最近的这个未来的人类的这样的这个形态管博。对，就像刚才大家说的，就是出行的话，其实每一个交通工具它都有无限的能源，所以就是像现在 eVTOL 其实最大的这个核心的障碍，它其实就是电源那如果它能够有无限的能源的话，那以后车可能都是飞行汽车然后这个其实有无限能源之后，其实还是氮化非常便宜，可能把沙漠都会改造成绿洲都有可能，对吧？然后进一步发挥想象力的话，那能源是无限的，对吧？然后工厂里的劳动都是自动化的，都是由机器人完成的，人类可能也不怎么需要出行了人类就在家里，就在这个就像头号玩家里面一样，就是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对吧？大家就享受着这些科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其实就可以了。你可以就是想象任何人都会有一片自己的世界，然后在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探索。对，这个对未来科技的进步的这个想象总是非常美好的。然后今天的时间其实也过得非常快，我非常感谢两位博士今天这个高度专业的这个分享，也非常荣幸能跟两位博士有机会一起来交流这个核聚变这样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从技术的突破的角度，也从投资和商业的角度，为我们前瞻了核聚变未来的这个发展未来资本也特别希望能通过创新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去推动人类能源自由的那一天早日到来。那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最后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电波未来，我们会持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也欢迎各位听友在 New Radio、 小宇宙、 B 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我们的栏目，在电波中听见未来。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